金戈铁马的王朝倾覆，仿佛一夜之间成为沧桑凋敝的废墟。曾经的中国首富王健林，如今不得不疯狂抛售万达的核心资产，连集团总部大楼都难逃出售的命运。这位商业巨擘的帝国正在一点一点崩塌，财富也在眨眼间蒸发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前有恒大的许家印，如今轮到王健林。一代王者的陨落，无疑让整个商界为之惊悚，更让广大民众感到震惊。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商业奇迹的毁灭，这宛如一场悲剧性的现实版权力的游戏。就在1年多前，王健林还是中国首富，万达集团更是一家风光无两的商业帝国。但如今，这座财富高塔正呈现加速崩塌的态势。数据显示，王健林家族的财富在过去1年里缩水了72%，仅剩300亿元。这位曾经雄踞中国首富宝座的商业大亨，如今已沦为一介富翁。曾经的亿万富翁，如今沦为小资产阶级，这让人不禁感慨：大富大贵，转瞬即逝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万达集团居然连总部大楼都要卖掉了。位于北京大望路的万达广场是万达集团的心脏所在，也是王健林个人事业成功的象征。但如今，这座耗资巨大的标志性建筑居然也难逃出售的命运。根据报道，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发生了股权变更，原股东大连万达商管集团退出，由昆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接手，持股 99.99%。而这家新的控股股东，则由新华人寿保险和中金资本2家金融巨头组成。对此，业内人士表示，王健林之所以会如此疯狂地抛售资产，说明万达集团的资金链已经相当紧张。这座位于北京大望路的标志性建筑，曾被视为万达集团的精神象征。2008年，王健林还将万达集团总部从大连迁往此处，开启了万达的规模化发展。但如今，这座耗资巨大的写字楼也要被卖掉了。可以说，万达广场这块重要地盘已经彻底易主，从王健林手中转移到了这2家保险巨头的手中。作为万达集团的总部，这个象征着王健林商业帝国的地标性建筑，如今也沦为他人的囊中之物。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和打击。这还不是万达覆灭的全部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王健林已经疯狂大甩卖万达旗下的资产。仅在半年时间内，就有16座万达广场被出售。这些坐落于上海、广州等1线城市的核心资产，此刻也被迫易主。除了出售万达广场，王健林去年还不得不卖掉了万达电影，套现近100亿元。可以说，王健林正在抓紧时间变现手头的所有资产，试图挽救即将崩塌的商业帝国。但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仍然无法彻底解决万达的资金危机。3月底，万达还获得了中东金主的注资，从泰蒙投资集团、中信资本等财团手中获得了约600亿元的投资。但令人吃惊的是，在这场重要的签约仪式上，王健林竟然不在场。这无疑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和担忧，他是否已经失去了对万达的控制权？专家分析称，这笔600亿元的注资只是暂时解除了万达的危机，但远远不足以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商业帝国重回安全区。因为在这之前，王健林已经不得不通过疯狂抛售资产的方式来维持现金流。而令人更加担忧的是，即便是这样疯狂抛售资产，万达集团的财务状况似乎也难以真正好转。业内人士分析称，王健林以股换钱的策略为万达集团带来了一些现金流和喘息时间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万达已经彻底渡过难关。相反，万达集团仍然可能存在外界未察觉的隐忧。王健林不断出售资产的行为，无疑意味着这家曾经的商业巨无霸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。而当一个拥有数百亿资产的企业连总部大楼都难以保住时，
我们不难想象他的未来会有多么暗淡。在中国，做一个商人无疑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职业选择。无论你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店主，还是一个身家数十亿的企业巨头，你的生命都随时悬于一线。这里的商人比即使是高危职业的官员，也面临着更加严酷的命运。历史上无数著名的大商人，最后都难逃一个凄惨的下场。譬如战国时期，亚父吕不韦辅佐秦王，最终被杀害；明朝首富沈万三被诬陷犯罪被害；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虽然富可敌国，却还是在最后一败涂地。据统计，在历代与政权合作的商人中，能有好下场的寥寥无几。这种命运源于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，在这里，任何可能动摇统治的力量都会受到当权者的打击。而商人由于拥有大量社会财富，更是王权最为忌惮的对象。在儒家的社会等级中，商人甚至低于农工，地位仅高于流民。为了消除商人的威胁，管仲提出了著名的立处一孔理论，即让天下的经济权益完全由国家掌控。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人说了算的专政政权。相比过去的王权统治，如今权力组织的控制更加强大和全面。它通过国有企业掌控了社会的关键资源和财富，对民间财富也保持高度警惕。一旦感到商人的资本力量可能威胁到政权，也会毫不留情地打击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商人要想做大做强，不得不寻求与权力的联姻和合作，但这又很容易陷入政治漩涡，成为牺牲品。正如柳传志提出的在商言商理念所示，这正是当代商人的困境所在。当下的商人处境更是堪忧。在集权的统治下，商人必须绝对效忠于最高权力，否则就可能面临被整肃的危险。再加上中国外部环境的恶化，一些商人拓展海外业务时，也可能遭受舆论的无妄之灾。王健林及其万达帝国的覆灭，无疑是这一困境的最新写照。从首富到落寞，他的沉沦仿佛在向世人昭示，在中国，即使是最成功的商业巨头，也难逃政治打压的命运。这场商业悲剧的背后，折射出了中国政商关系的险恶本质。可以说，在中国这片神圣的国土上，商人的财富积累，往往只能换来一个悲剧性的下场。他们终其一生所积累的财富，最终都化为乌有，成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。这就是中国商人的宿命。